挤进早八的公交车，一阵奇怪的广播声突然响起：0号公交规则，禁止在车厢内大声喧哗，违者嘎。此时有个不讲理的老年人正在倚老卖老，怒斥一位年轻的小姑娘不给自己让座，赶紧给老子让开！没看到我是个行动不便的老头子吗？大爷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肚子实在不舒服。谁知那名老人反而再次提高了音量，恶狠狠地骂道：废话少说，赶紧给我滚开！信不信老子抽你！然而话音刚落，他的嘴巴瞬间就被一层厚厚的铁皮封住，老人双手使劲地往下抠，却怎么也抠不下来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活活憋死了。死人了！还没等我惊呼出声，一道道惨叫就已接踵而来，所有发出高音被尖叫的乘客也未能幸免，全都一个个被闷死倒在了地上。好在身旁的好友轻轻及时捂住了我的嘴巴，然后小声地对我说道：嘘，不要大声喧哗。然后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更加让人慌乱的是，拿出手机后我们才发现，所有人的设备都接收不到任何信号，仿佛和外界切断了联系。司机呢？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还不停车？可当我们走过去才发现，面对这么血腥的场面，司机竟毫无反应，平静无比地紧握着方向盘，踩着油门向前开去。更加诡异的是，挡风玻璃外面根本不是我们熟悉的市区，所有的高楼和车辆全部消失不见，只有一条白茫茫的长路被阴云笼罩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这时诡异的广播声再次响起：欢迎来到0号公交，若想活命，请按规则行事。车里一片死寂，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仔细倾听诡异的公交规则。1. 本班公交不会在中途站点停车，更不会开门，试图自行离开者嘎。2. 每到一个新站点，公交内将会出现一条新规则，请严格遵守。3. 规则与规则之间不会互相重复。4. 禁止以任何方式触碰或攻击司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5. 本路线共有4站，存活到最后方能安全离开。很遗憾，首发站死亡乘客21人，目前存活37人。请注意，前方到达第2站，新规则诞生。20秒后，请所有乘客抓紧吊环，保持悬空，凡触碰其他物体者嘎。第2条规则显然是对我们体力和耐力的考验。吊环挂在高处，在空中悬挂到下一站，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无疑是一份漫长的煎熬，尤其是对我们这些长期缺乏锻炼的上班族来说。于是我揉了揉手腕，在脑海中不停构思着动作和姿势，试图想到最省力的一种。可正在我摩拳擦掌的时候，身旁的小美却突然脸色一变，催促我们加快速度。快爬上去，先抢一个再说。听到她的话，我先是一愣，但扭头扫视整个车厢之后，我瞬间读懂了她的意思。整个公交里零零散散仅有20多根吊环，而车厢里的活人足足有37个，根本不够用。想到这里，我急忙伸手跳跃，再也管不了用什么姿势，匆匆挂起。不到10秒的功夫，吊环便陆陆续续挂满了人。眼看时间将要截止，仍然站立的乘客们再也没法冷静，找准一个个已经挂好的乘客，不停推搡，不停拉拽，甚至拳打脚踢，一时之间混乱无比。本就血流成河的车厢俨然变成了内斗的修罗场。为了不被众人波及，我把双脚也向上荡起，整个人紧紧缠在顶部的横杆上，手脚并用，仿佛一只紧贴树干的树懒，并且不停呼喊身旁的青青和小美，示意他们也模仿我的样子。中途有个光头男人试图把我拽下去，却发现太高的位置很难使劲，折腾几秒都不能把我弄走，只能钻向了别处的站团。等到倒计时结束，滴滴声悄然响起，我急忙放开双腿，只与吊环本身保持接触，回头看去，那些仍在焦灼争抢的乘客纷纷顿住了身形，一道阴风骤然吹过，好似一把巨大的剪刀，每个人的身体都被规则地切成了几片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忍不住心里发毛，把手中吊环抓得更紧了些。公交有些颠簸，为了防止掉到地上，我把2只手臂交错穿过吊环，用手肘关节死死地将其扣住，哪怕疼痛刺骨，但稳定性的提升也让我心中平静了几分。与此同时，车厢里每个人都在用力支撑着自己，生怕泄了气。在沉默的酸楚中，我慢慢麻木，甚至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。窗外模糊不清的景色更是平添了一份无形的压抑。10多分钟之后，久违的到站铃声终于再度响起。第3站到了，很遗憾，第2站死亡乘客17人，目前存活20人。听到这，我总算卸下了负担，瘫软在地。可我们才刚放松没多久，第3条规则就紧跟着从喇叭里钻了出来。请注意，公交规则第3条，请所有乘客在3分钟内选择合适的位置躲藏好。游戏开始后，到站前禁止移动。听完这条规则后，公交上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和前2关的猝不及防不同，这一次总算轻松了许多，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亡命乱窜。而且这一关看起来似乎也并没有什么难度。可就在我们暗暗庆幸的时候，青青却始终眉头紧皱，思索许久后，一脸严肃地看向我俩。我总觉得这一关或许另有隐情，
我和小美顿时屏住了呼吸，轻轻简单地讲出了自己的猜测。大家都从鬼门关里走出来2回了，应该很清楚前面2关的危险性有多高。不难推测，规则多半很希望置我们于死地，但又会给部分人留下求生的余地。而眼前的第3关却完全不符合这样的模式，所以我认为第3关的重点可能在规则的最后几个字上面。你说的是到站前禁止移动？没错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我猜接下来的行驶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把某些乘客淘汰。因为不可移动的规则存在，大家一旦选定了躲藏位置，就不能后悔，不能逃跑，到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淘汰。听完轻轻的推测，我们忍不住有些不寒而栗。这时大部分乘客都已经开始陆续寻找躲藏位置，而座位的下方则成为了绝佳的选择。眼看实在找不到规则背后藏着怎么样的危险，轻轻自言自语道：难道是我想多了吗？无奈之下，最后我们也只好打算躲进座椅的下方。可就在我即将钻到座椅底部的时候，我的余光却猛地瞥到了司机的身影。只见他双手放开方向盘，然后来了个180度的侧翻，直接将头倒立在了地上。而他那死气沉沉的脸上也第一次勾起了诡异的微笑。看着他那古怪的动作，我忍不住回头瞥了瞥那些塑料座椅，似乎突然明白了其中的用意。我的天！眼看时间已经开始了倒计时，我急忙拉起不远处的青青和小美，我也来不及做太多解释，只能赶紧催促道：快爬到座椅的上边去！两人虽然一头雾水，但还是迅速躲到了座椅上面。听到倒计时结束的那一刻，我这才放松了一口气。公交车内的众人全部屏住呼吸，默默等待着关卡的审判。发动机的轰鸣依旧持续，之前沉默的司机却倒立似的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嘴上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捉迷藏游戏正式开始，西西，千万不要被我抓到哦！随后他就用头顶的地一点一点地匍匐向前。铁头功啊！嘘，别出声，不要动，你快看！只见司机跳向了离他最近的座椅，双眼正巧对上了座椅下年轻的小伙。西西，找到你了！那名小伙也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，发出了强烈的惊叫声。谁知下一秒，他就犹如石化一般，瞬间变成了石雕。直到这时，人们才终于明白，这看似简单的第3关，实则是人间炼狱。随后，司机继续向前，开始寻找下一名受害者。而那些选择躲在座椅下的乘客全都后悔莫及，除了眼睁睁等着自己被发现，根本没有任何办法，一个接一个的发出凄厉的惨叫。而有些人为了活命，竟然有了逃跑的打算，可他更是违反了禁止移动的规则，下一秒也直接变成了石雕。而我们所在的座椅上方却恰巧躲开了司机的视线，10分钟的时间悄然而至，我们成功的活了下来。第4站到了，很遗憾上一站死亡乘客13人，目前存活7人。听到这，我们3人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一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情绪油然而生。酱汁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否则我们的下场就……说到这，小美甚至痛哭了起来。没事了，小美，我也是到最后才发现了司机的端倪，挑战还没结束呢。是呀，小美，最后一关才是最关键的，我们3人一定要团结一致，打起12分的精神来。简单休息几十秒后，喇叭便迫不及待地再度响起，似乎不想给我们太多喘息的机会，开始宣布起新的规则。公交规则4，接下来的路段较为复杂，司机每半分钟将随机指定1名乘客，确认下一个路口的行驶方向，请选择向左还是向右，选择错误者当场死亡。若累计出现3次错误，司机会彻底失去方向，全车共同死亡，请谨慎回答。几道滋滋的电流声后，喇叭里彻底没了动静。这时小美分析道：每2个站点之间行驶时间足有10分钟，所以整个第4关里，司机将对我们进行差不多20次提问，而我们7个人最多只允许猜错2次，这个难度几乎比登天还难。青青站在我的身旁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从概率学的角度讲，我们几乎不可能活到下一关了。还没等我们的心情完全平复下来，司机已经发起了第1轮提问。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张扬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此话一出，人群中一个留着长发的少年猛地一震，很显然他就是被喊到的张扬。被选中之后，他急忙趴到窗户上面，试图看到一些外面的信息，却只能看到茫茫一片，没有任何足以分辨方向的信息和标志。你还有最后5秒，选左还是选右？司机的催促仿佛索命的咒语。张扬犹豫片刻，最后一咬牙，只能随便蒙了一个答案：选左吧。司机闻言猛打方向盘，扭向了左边，喇叭滋滋作响。选择错误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1。话音刚落，一只巨大的手臂从左侧车窗外猛地伸了进来，一把捏住慌乱的张扬，狠狠攥紧了拳头。在摊开手时，里面的人影已经轰然裂开，而司机才刚刚在平稳的直线上行驶了10秒钟，就又一次开了口：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林梦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此话一出，离我们最近的那位乘客顿时大惊失色，
在司机惯例的催促中，林梦只能选择了和张扬相反的右边。喇叭声再度响起，选择错误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2。巨大的手臂再次出现，从右侧车窗猛地握住了林梦的身躯，这一次把她活生生拽到了窗外。公交里越发沉闷，接下来一次都不能错，否则5个人都将埋葬于此。紧张的空气里，司机开始了第3轮提问。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将只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听完我忍不住一愣，别说判断路口了，我甚至连路都看不到，怎么知道该往左还是往右？面对这样无解的难题，我也只能随便瞎蒙了。就在我即将放弃挣扎的时候，一直沉默的小美突然说话了。你先别急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我刚想开口询问，小美却已经迅速爬到了右侧的窗沿上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接着她又跑到了左侧的窗沿上，2、3秒之后，她才回到了车厢里。右转。见她语气坚定，我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。右转。与此同时，喇叭声也再度出现，选择正确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2。我终于长舒一口气。第3轮选择结束后，我忍不住震惊地看向小美。你是怎么判断方向的？她微微一笑解释道，刚才我发现那只惩罚用的手臂2次都恰好是从选错的方向伸进来的，正好两边的玻璃都碎了，所以我干脆爬出去看看手臂到底是在什么位置。第一次我爬的是右边的窗户，什么东西都没发现，于是我又爬上了左边的窗户，果然在我的头探到车顶后，看到了一只模糊的手掌虚影，因此我猜左边多半就是错误的答案，所以我让你选择右转。我们一边说着，司机也一边宣布了第4轮的人选。这次轮到青青选择方向，小美再度从左侧车窗翻出去，灵巧地观察车外的情况。而凭借小美的神级发挥，我们后面所有的选择都稳稳当当，全部正确。10分钟之后，公交车顺利到站。最后一站到了，很遗憾，上一站死亡乘客2人，目前存活5人。就在我们庆幸通关成功，以为可以逃出升天时，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恭喜各位顺利过关，接下来车厢会被一分为2，变成2条通向正常世界的道路，只要顺利通过就可以重返你们的世界。你们有5分钟的时间，请谨慎选择。听完喇叭里的话，我不禁有些纳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还有附加规则？这是一道刺眼的白光骤然出现，大概几秒之后才能勉强看清眼前的场景。刚才还满是座椅碎片和残躯的公交车厢，此时竟真的变成了一左一右2条狭窄的走廊。左边这条十分凶险，地板下面是岩浆，仅有一根细小的木棍悬在空中，而右边的走廊就要安静得多，乍看过去没有任何异样，像是把安全2个字写在了墙上。简单思索之后，我把目光挪向了身旁的青青和小美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很明显，规则很希望看到我们选择右边的安全之路，但回想起前几关的生死劫难，根本无法确定右边一定比左边更安全。可就在我们3个人睁大眼睛到处观察时，剩下的2名乘客里竟然走出来一位大叔，他沉吟片刻后，径直地走向了右边的走廊。各位，我觉得你们可能把事情想复杂了。之前所谓的规则，无非就是想要淘汰大多数人，又总会给少数人留下生机。但别忘了，这条是附加的规则，你们都陷入了思维的惯性，老想着找到什么玄机，其实恰恰可能错过真相。有没有可能这2条走廊都没有什么机关，而是一道简单的分配问题？很可能每条走廊最多只允许1人通过，随后就会关闭。听完大叔的分析，我们3人全部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各位，名额有限，我就不等大家先走一步了。可他刚走出2步，无数条刀刃突然冒出，仅是3、4秒的功夫，那位大叔就变成了肉泥。右边的走廊居然隐藏了刀刃，不知不觉间，大家的神情都变得紧张起来。然而此时，另外一名幸存的光头男却显得异常开心。大叔用生命的代价替我们摸清了右边的走廊，看样子现在只有左边的走廊才是安全的。如果这条走廊真的只允许1人通过，那么就是我了，拜拜了各位。说完，他就大步地跑了过去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光头男刚踏出2、3步的距离，他就在一声惨烈的哀嚎中变成了片片血花。原来根本不存在什么生路，2条都是必死之路。面对死局一样的困境，我忍不住长叹一口气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沮丧感涌上心头。好不容易才通过了前几关的挑战，难道说终究还是要死在这里吗？可就在这时，青青说话了。我好像发现了一个规律。青青的话瞬间把我们的求生欲又重新勾了起来。什么规律？稍等，我再确定一下。只见青青用卫生纸揉了2个纸团，然后先将一个纸团扔到了左边的走廊。只见那个纸团刚落地，就瞬间被刀刃直接绞碎。紧接着，青青又将另一个纸团扔到了右边的走廊，但这次纸团却并没有被瞬间绞碎，而是过了大概有5秒钟的时间才被绞碎。果然和我猜的一模一样，我们好像能活下来了。看到这，我和小美也瞬间来了精神，忍不住向青青询问原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青青则抬手指了指左侧的走廊。在第1位大叔闯关失败后，我就一直盯着左侧的走廊，
而当第二名光头男走左边走廊处发机关时，我发现了一处细节，那就是在刀片出来的一瞬间，我竟然看到上面有残留的血渍。很显然，血渍是来自第一位大叔的，也就是说，其实2条走廊共同使用了一组刀具，而刀刃是无法同时兼顾2个走廊的。他们大概有5秒钟左右的空档期。如果当刀刃攻击左侧走廊时，那么右侧走廊就有5秒钟的时间是安全的，反之同理。而这5秒钟的时间，足够让我们可以安全跑到走廊对面了。听完青青的话，我和小美恍然大悟，眼看时间只剩下最后1分钟，青青立刻脱掉身上的外套，将其扔到了左侧的走廊上，衣服在落地的一瞬间直接被刀刃绞碎，而我们则利用这个5秒钟的空隙，疯狂地向对面跑去。虽然过程十分狼狈，但我们3人好歹存活了下来。此时熟悉的喇叭声再次响起，恭喜你们成功完成了所有考验，现在你们自由了。大概过了几秒钟后，喇叭里传来了一道和之前完全不同的播报声，像是电台的主持人。突然接到一则快讯，今天早上8点30分，一辆公交车突然发生剧烈爆炸，车上共有58名乘客，现已确定有55名乘客抢救无效死亡，而剩余3名乘客仍在抢救中。这时一道耀眼的光芒出现，再次睁开眼，我发现我正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。很显然，我们3人成功回到了正常世界。